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 Pi Network 中很多人关心的 KYC 认证问题，尤其是大家在进行活体检测时遇到的失败情况。很多朋友在使用 KYC 的过程中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使用老款安卓手机的用户。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大家顺利通过 KYC 活体检测。首先要声明的是，虽然我提供的一些技巧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我相信这些建议对一些人会有一定帮助。特别是那些用老款安卓手机的小伙伴，可能更需要一些额外的调试技巧。开启开发者模式与优化设置。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操作开始，安卓设备的设置优化。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开发者模式，没关系，今天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很多老款安卓手机在默认状态下可能会限制某些高级功能，所以我们需要先开启开发者模式。这个步骤非常简单。打开手机的设置，找到关于手机选项，连续点击版本号几次，直到屏幕上出现系统提示，告诉你已经进入开发者模式。返回设置主菜单，找到开发者选项。进入开发者选项后，找到 Web View 设置，并确保它已经被勾选。你可能会问，这个 Web View 是什么？其实它主要是帮助应用更好地处理网页信息，尤其是在活体检测时，网络波动可能会影响检测结果，而这个设置能有效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网络稳定性的重要性。说到活体检测，其实网络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很多人都遇到过网络不稳定导致的检测失败问题，这个过程可能真的很让人头疼。我之前也收到过很多网友的反馈，他们表示通过一些小技巧，网络的稳定性有所提升，成功率也高了不少。虽然这些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如果你正为这个问题苦恼，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一个常见的方法是重启路由器或尝试切换到流量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使用 Wi-Fi 可能会出现卡顿，切换到流量反而能让网络更顺畅。当然，如果你的流量有限，也可以尝试调整 Wi-Fi 设置，确保网络信号更为稳定。安装安全管理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除此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手机上经常会安装一些安全管理应用，比如手机管家。这类软件虽然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手机，但有时候它们也会干扰一些应用的正常运行，尤其是像 Pi Network 这种对系统权限有特殊要求的应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活体检测总是失败，可能是因为手机管家之类的应用在暗中作祟。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呢？第一步，你可以尝试进入手机管家应用，找到 Pi Network， 然后解除对它的任何限制。有时候，手机管家会不知不觉地给某些应用加上权限限制，而我们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第二步，如果解除限制后问题依然存在，你也可以考虑暂时卸载手机管家。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极端，但如果这些安全管理应用频繁干扰 Pi Network 的正常运行，这可能是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白屏或加载失败的处理方法。活体检测过程中，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白屏或加载失败。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网络不稳定或者应用程序本身存在一些小问题导致的。当你在进行检测时，如果发现页面无法正常显示，别着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首先，确保你的网络连接稳定，然后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重启 Wi-Fi， 或者干脆切换到手机流量，看看是否有改善。检查 Pi Network 应用是否是最新版本。如果不是，赶紧去应用商店下载更新，因为开发者通常会在新版本中修复一些已知问题，优化应用的性能。如果多次尝试仍然无法通过活体检测，你也可以考虑换一部手机，尤其是如果你现在用的是老款安卓手机。
新款手机的硬件性能和网络处理能力往往要好很多，这能帮助你顺利完成检测，确保应用程序为最新版。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要忽略。Pi Network 的开发团队会定期发布更新，修复已知问题并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如果你一直在用旧版本，很可能会错过这些优化。为了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我建议大家定期检查应用商店的更新情况，避免因为旧版本的问题导致 KYC 检测失败。遇到 KYC 提交失败怎么办？说到 KYC 认证，有些小伙伴可能在提交身份信息的时候会遇到提交失败的情况。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系统没有正确处理你的信息，也可能是由于网络中断，导致数据没有成功上传。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不用担心，试着检查一下你的网络连接是否稳定，然后稍后再试一次。有时候，网络问题真的让人防不胜防。如果你多次提交仍然失败，不妨稍等片刻再进行操作。Pi Network 的服务器有时可能会因为同时处理大量用户的请求而出现短暂的故障，因此稍后重试往往能解决问题。活体检测失败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活体检测是一项依赖于设备性能和网络连接的技术。如果你使用的设备性能不足或者网络延迟较高，这很容易导致检测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以下几个办法。确保网络稳定，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检查你的手机性能，确保它达到了 Pi Network 对活体检测的最低要求。检测时尽量在光线充足、背景干净的地方进行。很多时候，光线不足或者背景杂乱会影响活体检测的成功率。如果你尝试了以上所有方法，仍然无法通过活体检测，也许你可以考虑更换一部手机。新款手机通常拥有更高的摄像头像素、更好的处理器，这些因素都会大大提升活体检测的成功率。Pi Network 主网进展与未来展望。接下来我们聊聊 Pi Network 的未来。大家应该都知道， Pi Network 主网的上线已经指日可待了。根据项目创始人尼古拉斯的说法，主网预计将在2024年正式上线。这对于所有先锋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Pi Network 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作为先锋的我们也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5阶段网络迁移计划。尼古拉斯博士已经公布了 Pi Network 网络迁移的5个阶段计划，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图。整个计划旨在确保每一步的进展都能为下一个阶段做好铺垫。以下是5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核心团队将会评估并认可9个项目，这些项目将成为未来 Pi Network 生态系统的基础。第二阶段，启动100个生态工程，这将为 Pi Network 的长期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三阶段，构建网络主体结构，同时继续测试和优化系统。第4阶段，进行全面的系统整合和测试，确保所有模块都能无缝连接。第5阶段，主网正式上线。到那时，所有的努力都将结出硕果。总结与提醒。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提醒所有的 Pi Network 先锋们，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从我们每天坚持挖矿到认真完成 KYC 验证，每一步都是这个网络壮大的基础。保持耐心和信心，继续关注官方公告，确保你的账户和信息安全，这样当 Pi Network 主网正式上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努力感到骄傲。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